子弹经过锻造、人工质检、择优装箱，顺利被送到战场。每一颗从弹道飞出的子弹背后都是一条人命，但有人却因此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。麦克本是名服务员，跟弟弟经营自己的小饭馆，但因为生意惨淡，他不得不去银行贷款。没想到半路却遇上黑帮火拼，激烈的枪战顿时吓得麦克不敢乱动。看着倒下的尸体，满地的弹壳，他突然想到发财的好机会。世界各地都在爆发战争，矛盾冲突越来越大。全球一共54亿人，每12个人中就有1人手持枪械。要是让剩下的11人都能拿到枪，岂不是赚嗨了？这可比开餐馆暴利得多。麦克立即恶补枪支弹药的常识，夜以继日的拼命学习，还从银行贷款购买一把乌兹。他用现学的知识，成功转手高价卖了出去。尝到甜头的麦克觉得这是可行，但他还需要一个帮手。别人不放心，只好拉着弟弟一起准备大干一场。但2人根本没有货源，他们找到当地大佬合作，可人家根本看不上2个新手，还将麦克狠狠羞辱一番。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，2兄弟终于迎来机会。美军撤离黎巴嫩，还留下成堆的2手枪械，这对卖家来说犹如废铁，于是论斤卖给了麦克。麦克直接将他们全部买下，然后利用票子铺路，买通跟黑帮的关系，将一部分枪械卖给了他们。再次尝到甜头的麦克开始办理各种手续，在多个国家之间自由奔走，只要有需要枪械的地方，就有他的影子。只要能赚钱，他根本不在乎东西卖给谁，干什么用。为了钱，他越来越没有底线。他的枪械可以卖给任何人，哪怕是恐怖分子。麦克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生意也越做越大，但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他也因此被警察盯上。当麦克兜里的钱越来越多时，突然感觉到异常疲惫，望着当红女星的广告，他立刻萌生出另一个想法。警察打开集装箱，发现一堆腐烂的土豆，却没看到底下藏着一整箱M16自动步枪。麦克凭借障眼法躲过警察的搜捕，成功把军火送到买家手里。谁知买家现金不够，竟然拿出毒品抵债。没想到对方瞬间暴怒，直接一枪打中麦克的腹部，2人急忙灰溜溜逃走。因为不敢去医院，麦克感觉疼痛难忍，他决定利用毒品止痛。可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弟弟竟因此染上毒瘾。为了帮弟弟解脱，麦克只好将他送进戒毒所。弟弟的遭遇让麦克萌生退意，望着大街上的广告牌，看着当红的漂亮女星，他突然想要成家。为了接近女星，麦克成立一家摄影公司，主动邀请女人拍广告。2人熟络后，麦克开始送房、送车、送私人飞机。在金钱的炮轰下，2人迅速坠入爱河，举办了婚礼。不久后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。然而一家人的巨大花销让军火商麦克也抵抗不住。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他决定干一票大的。这次他不仅倒卖军火，连飞机坦克的买卖都揽在了身上。可警察再次盯上他，麦克却丝毫不慌，让人拆掉战斗机上的武器，伪装成民用机蒙混检查。看到机身上的合格证书，警察虽愤怒不已，但也只能无功而返。为了摆脱警方的追查，麦克把生意做到了非洲。这里虽然没人管，危险系数也是极高的。麦克交易完毕，正准备回家，却被人拦住去路。见对手手里有枪，麦克只能乖乖上车。可到达目的地，发现掳走他的人竟然是利比亚总统。黑哥坦言要跟麦克做生意，上一秒还在检查枪械，下一秒却击毙自己的手下，让他充当人肉靶子。这可把麦克吓了一跳，他急忙佯装镇定，夺过黑哥的手枪。No, you're gonna have to buy it. How can I sell a used gun? 没想到黑哥十分欣赏麦克的原则性，立马决定跟他合作。麦克本不情愿，可看到黑哥拿出的钻石，他顿时眉开眼笑。麦克果然干了票大的，他的钱越来越多，房产和名车也越买越多。本以为给家人最好的生活，就能让妻子安心，可突如其来的横财却引起妻子的怀疑。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，枪械、飞机、坦克都是他的业务范畴。交战方想要打仗，完全取决于他手里有没有武器。就连非洲利比亚总统也是他的忠实客户。麦克通过倒卖军火赚得盆满钵满，但也因此被警察盯上。麦克正往非洲运送军火，却被国际警察拦截，只要一落地就会被他们抓捕。麦克只好命令驾驶员飞至边境处迫降。为了躲避搜查，他叫来周围的孩子，把所有的武器全部分给当地人，还让他们叫来朋友一起领取。附近人全部围了上去，就像超市促销那样。麦克很快将所有武器全部散发了出去，不论是手榴弹还是成箱的子弹，都被人当成宝贝一样全部搬走。麦克还兴奋地在一旁加油鼓劲。不久后，警察包围麦克的飞机，但经过搜查却什么都没有发现，警察再次无功而返。在另一次交易中，麦克猛然遇到一对残疾的孩子，他站在自己面前，不断询问他自己的手臂是否还会继续长出。麦克突然无比难受，是战争让他们变成了这样，但战争也是他促成的。麦克想到自己的孩子，顿时愧疚不已。他决定金盆洗手，开始做起正经买卖。但利比里亚总统再次找到他，用一颗巨大的钻石征服了麦克，坚持要跟他继续合作。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，麦克只好重操旧业。他带着刚从戒毒所出来的弟弟，再次前往非洲。然而就在他们交易的时候，一对母子被人活活打死。弟弟于心不忍，劝说麦克停止倒卖军火，但麦克怎会妥协？生命不息，搞钱不止啊！弟弟只好偷走一颗手雷，炸毁一车的武器。
买家见状愤怒扣动扳机，将弟弟乱枪打死。麦克无比伤心，他花钱找来医生，取出弟弟身上的子弹，亲自带他回国。然而就在通过安检的时候，一枚子弹引起了警报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竟因为一颗子弹被警方抓捕。面对昔日救敌，麦克丝毫不慌，他告诉对方，5分钟后就会有人过来，光明正大带自己出去，还会给警察提干加薪。而警察正为抓捕麦克而开心，认为他只是说大话，不可能逃得出去。没想到5分钟后，上司竟找到自己，果真像麦克说的那样，他升职加薪，他无罪释放。虽然麦克恢复了自由，却遭遇重判亲离，父母不愿跟他相见，妻子也带着儿子离开。但战争之王的路还有很长，一颗子弹的一生很酷，但它的代价也很大。